现在有了 AI 工具之后，是不是每天都有更多事情想要做了？例如说想要研究 AI 啊，做个简报啊，或者做个小工具之类的。结果光是想要开始这个动作，就想了1个下午，就是从来没有开始过。我自己真的有这个问题，但是我发现自从我用了 Manus 之后，我盯着荧幕的时间变少了，但是做到的事情反而更多。今天这部影片呢，就来带大家好好了解一下 Manus 这个 AI 工具，它里面到底有哪些功能，哪些场景特别好用，还有自己都是怎么使用它吧。首先第一件事情呢，就是 Manus 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它跟其他 AI 到底差在哪里？如果你有用过 ChatGPT 的话，你会发现它只会回答问题，但是它不会真的帮你动手。但是 Manus 的话呢，你就把它想象成是你的员工，就是你今天交付他一个任务呢，他自己会拆成多步骤，然后可能上网去找资料啊，然后自己去翻你的档案，读你的档案，然后最后把它统整在一起，完成这个任务之后再一起交给你。而且它有一个特别强的地方，就是你今天在交代它很长然后很复杂的任务的时候呢，它都还是可以记得非常的清楚，不管今天的上下文有多长，它都一定会记住之前的记忆，就是所有的条件呢，它都不会忘记，不会说聊到一半，然后突然忘记我们之前讲过什么。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它有自己的云端沙盒环境，这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是呢，它不会真的用到你电脑的储存空间或者是记忆体。它可以有自己的一个隔离的环境，自己去写程式啊、读取档案啊，然后制作图表等等的，就是跟你这台电脑是没有什么关系的，就是它自己一个云端的环境，所以它不会动到你电脑的任何档案。这一点是我觉得就是还蛮重要的，因为现在呢，大家用 AI 可能都会害怕说它去动到你的档案之类，但是它就不会。那我们现在就实际来看看 Manus 它里面有哪些功能吧。首先第一个来带大家看一下研究报告怎么做，就是它的深度研究呢是非常强的。首先呢，我们在输入栏这边呢，输入一个我平常会搜寻的一个问题，我请它列出我们台湾创作者最常使用的 AI 生成影片工具，而且呢，你要非常详细的列出每一间的功能、定价还有它的优缺点，然后最后列成一个清单这样子。然后呢，我们可以去让它开启这个 Y Research， 然后送出，然后就这样子一句话呢，你就看到它去跑任务的时候，它会同时开启，你看12个子任务。也就是说，它是同时并行的，它不是一项做完才去搜下一项，它是同时帮你搜12个这个工具，而且它会自己想说它要去搜寻哪些的资料，就是有哪些的步骤啊，然后要做哪些表格之类的。它的这个子任务呢，它会去抓每一个 AI 他们的可能官网啊，或是评论或是测评，全部都看一遍。它是同时并行的，所以它的速度非常的快。大家可以看呢，我这个7点04分送出的任务，然后它7点11分就做好了。所以总共才7分钟，超快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给我们的成果。详细的影片生成报告，它里面很快就给我们一张这个评分表，我们来看一下。他就说呢，第1名是可伶 AI 3.0，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排名？它下面会跟我们讲为什么，就是它的评分标准是在哪边呢？它在下面都会跟我们讲。还有就是每一款 AI 它厉害的地方在哪边，它会把它列出来。例如说，有些是可以生成4K 啊、1080之类的，全部都写在这里。这很重要，这真的是我们平常创作者会遇到的问题。还有最重要的收费的部分，它也一次帮我们收集清楚。所以就是如果你今天很犹豫说你要用哪一款 AI 的话，其实也可以用这个功能下去搜，它很快就会帮你把所有的定价还有优缺点一次都搜出来。然后最后呢，它就给了我们最终排名，第1名是可伶 AI 3.0，然后很快速的整理出它的理由这样子。那像是这样子的一份报告呢，以前我可能自己要做的话，我就要花老半天，就是可能花1整天才能做出这样子的一份报告。但是现在呢，7分钟就做好了。我觉得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，为什么我愿意花钱去订阅 AI。就是因为它真的省下了我很多时间。那刚刚这份报告呢，它是用 Y Research 做出来的。那 Y Research 非常意外，它竟然还可以整批产出图片或是影片。像这边呢，我就请它产出就是6张 IG 图文，每一张要介绍不同的 AI 工具。那这边呢，它就展开了它的 Y Research， 它就是一次去生成6张图片，给大家看一下它生成图片的这个品质，我觉得相当之可以耶。它的中文字写得非常的好，它的主题都是一致性的，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IG 图文呢，马上就做出来了。而且我觉得这样子做图的优点呢，第一个是它可以省你非常多时间，你一次下一个 prompt， 它就可以做出这么多张的图片。第二个优点就是它的风格是一样的，就是我用过这么多的图片生成或影片生成，我觉得最难的就是你的风格复制的部分。那如果你今天可以在同一个对话里面直接生成那么多图片的话，真的很好用因为以前可能用 Gemini 或 ChatGPT 一次就是发1张图，那如果你想要多张图的话，你还要一直追问，就会很累，而且通常它越深会品质越不好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但是呢，如果是在 Manus 里面的话，你就可以一次叫它生成多张图片，就是比较任性的用法啦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有生成多张图片的需求的话呢，其实用 Manus 会让你蛮意外的。
再来我们要提到内容创作的部分哦。接下来我要讲到的是我自己个人最常用的一个用法，就是呢，大家可能都会想说，自媒体要想主题真的非常的困难，你就是要一直绞尽你的脑汁，然后去想明天要做什么，然后下个月要做什么。但是现在有了 AI 之力，你就可以请它帮你发想接下来你要做哪些内容。所以接下来呢，我们在视窗里面直接呢就来输入我们 YouTuber 最需要的一个任务哦，就是我请他来帮我规划下个月我 Instagram 的内容方向，包含5个主题啊，还有贴文的草稿，还有对应的 hashtag。然后我可以跟他指定我的风格要怎样，就是语气要轻松啊，然后要有亲和力这样，那我就送出。那接下来他就开始上网去搜寻，就是近期有哪些科技新闻等等的。然后最后呢，帮我整理出了这一份下个月的内容规划。那因为我刚刚有跟他指定说我要5个主题，所以接下来呢，他就给了我5个主题这样子。那最近呢最夯的话题就是 AI PC 到底是不是必买的，所以他就把它放在第一个主题。我觉得这个主题非常之好因为接下来感觉 AI PC 会火一波所以他就建议我说可以做这样子的内容。然后呢，还有暑假快到了，反正他就是会按照现在的这个时节呢，去推荐我不同的内容，还有现在最夯的一些话题真的省了我超级多时间的，有没有？然后呢，这样子的一份规划报告出来之后，我还可以请他做成简报。就例如说，我今天要跟厂商提案说，我下个月有哪些内容给他们参考的话呢，我就可以请他做成一份简报格式。那 Manus 的简报呢，也是非常强的大家看一下成果。首先呢，你会发现它的风格都是非常一致，就是都是这个蓝色调。当然呢，你可以跟他指定。然后呢，他就把刚刚的那5个主题的提案全部都放到这里面，而且他还会就是按照我们创作者特别会注重的一些地方呢，把它全部都写出来。那在这个简报工具里面呢，你也可以直接修改里面的内容，例如说我今天这边呢想要加一些字，就是你还可以自己去修改里面的东西，就还蛮方便的。或者是呢，它的右下角也有这个 AI 编辑工具，你就可以直接点击，然后跟他说我这一页呢想要更简单一点，就是字少一点，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事。它完成了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我们刚刚呢就是修改这个第10页，现在呢就是变得比较简洁了。所以呢，就是非常的好用，就是你今天要修改简报什么的，你都可以直接用里面的工具，你就是完全几乎是不用动手的状态。那做简报的 AI 工具非常的多，但是 Manus 它最强的就是它是一站式的，它今天可以在里面收集完新闻之后统整成一份报告，然后再做成简报。那中间你都可以加自己的想法或者自己的资料进去，因为它有超长的上下文嘛，然后又有记忆，所以它是可以连续执行非常多的任务。甚至呢，我们今天做完这个报告，你还可以把它去做成影片啊、图片啊，或者要做成贴文啊什么的都 OK， 而且这都是在同一个对话里面这样子。那接下来下一个功能呢，我第一次用到这个功能的时候，我有点吓到，就是架网站。就是 Manus 可以架网站，而且它还可以帮你架后台资料库都没问题，不可思议吧？我们现在就来试看看。就是呢，我请他架一个苹果 Mac 科技 YouTuber 的个人品牌网站。然后呢，要有最新影片展示、联络表单，还有一个优惠码专区给观众使用。我还可以把我的大头贴丢进去让他参考，就是你有什么图片或是什么想法呢，你都可以直接跟他讲。那我们这边呢，直接送出看看。我们来看看他花了多久的时间就是呢，我7点56分送出，8点06分就做好，然后我中间还有修改，他只花了10分钟就架好网站了。我们来看一下他架起来怎样。好，首先这个首页呢相当的不错，就是有我的大头贴，而且它真的有抓到我是谁，就是我没有跟 Manus 讲过我是谁就是我从来没有跟他说我在上面有多少订阅啊，然后我是怎样一个频道，他完全不知道。他是我讲完这个任务之后呢，他自己上网去抓的，我觉得还蛮厉害的。然后呢，往下滑更厉害的在这边，他可以自己去抓到我 YouTube 的影片，而且是最新影片就是这些都是我最近才发的影片，然后他就可以自动抓取这个链接，然后我可以直接去点击，然后他就连到这个影片里面去，其实超级方便的，真的很不可思议。就是以前我们要自己架这种网站的话，你可以想象它要花多久的时间吗？那现在它都直接帮我们写好了。然后再往下滑呢，有一些优惠码专区，就是跟厂商合作的一些优惠码呢，全部都放在这边了。而且最下面呢，还有合作联络的这个表单。那这个表单呢，会连到我们的后台，非常的好玩。所以我们现在呢，立刻就来看一下后台的部分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后台数据库的部分，非常之精彩。它直接呢就会显示说我的网站的访问量多少啊，然后这些访客他们是来自哪边例如说加拿大有一个，然后澳洲有一个，西班牙有一个之类的，或者他们是从哪边点进来的，就是 Instagram 点进来的呢，还是哪边？而且呢，这些
IP 位置啊什么的，全部都抓得到。还有刚刚我们不是有设计一个表单吗？那表单他们填完之后呢，也一样会出现在我们后台的这个数据库里面，就可以直接看到他们的相关资料。那这些东西呢，你都可以下载下来，然后再去进行利用这样。然后包含呢，如果你的网站是有上传档案的功能的话呢，它也会出现在这边，就直接存在你的后台这儿。而且呢，我还帮我的网站设计了一个 AI 教学专区，就是如果你今天网站是有会员制的话呢，这个 Manus 甚至可以帮你写好，例如说进阶会员、普通会员，就是分阶级的这种登入的制度，它是可以直接帮你写好的。例如说我们现在看到呢，有分进阶会员跟普通会员，那我就可以点进去。那进阶会员呢，它跟普通会员的画面是不一样的哦，给大家看一下是差在哪里。大家看到了吗？就是它可以直接帮你写好不同阶级会员的登入的画面。那它进去之后呢，看到的画面也是完全不一样的，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，就是全部都帮你写好了。就以前这样子一个一个画面，就是不同的页面呢，你是要花非常多时间去写的。那现在呢 ，Manus 就可以直接帮我们写好，就是不同的登入的画面。而且刚刚呢，这些会员的资料呢，全部都会储存在我们的后台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后台哦，就是在后台资料库这边呢。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使用者有15个，然后往后滑，你会看到这边有一个 Member Tier， 就是它的不同的阶层。这边 Regular 就是一般会员，然后 Premier 就是进阶会员，所以就是非常非常的方便，因为它都已经帮你分好了，然后他们的资料什么的也存在你的后台资料库，它真的是一站式非常好用的一款 AI 工具。就是如果你今天要架网站的话呢，它不只可以让你非常方便的设计你的页面，而且它还自己可以帮你写好后台，全部都在这边，然后你还可以直接发布这样。那你的这些资料库什么的，你要移到其他地方呢，你就是直接下载下来，然后看要怎么转移这样子。例如说呢，我现在想要在我们刚刚架好的这个个人品牌页面加一个活动的这个 banner， 就是一个区块哦。那我就直接跟他说，哦，我这个区块是怎样的一个活动，他就直接帮我写好，然后穿插在这边。而且我非常喜欢，就是他有这样的一个动画，就是一些小细节，而且你不觉得他写的真的还蛮好的吗？蛮精致的，就是不会特别去想说这个东西是不是 AI 写出来的，完成度真的非常的高，而且呢，你要去修改它非常的简单。就例如说，刚刚第一次试做的时候呢，它的这个影片其实是没有连到正确的最新影片的，然后我就跟他说，哦，你没有连到最新影片哦，然后这样子提点他一下之后呢，他下一次出来就是正确的，就他就真的抓到我 YouTube 频道的最新影片，然后就全部都更新好了。所以就是除了架网站非常简单、非常快速之外呢，你要去修改它也非常容易上手。就是以前对于我们这种城市的门外汉来说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，但是现在呢，真的是一切都有可能了。那接下来下一个呢，我们要讲到串接工具的部分。那我们刚刚前面讲到这些功能，其实单独用就已经非常厉害了，但是还没有结束哦。就 Manus 它竟然还可以串接非常多的工具，而且它还有自己的技能，你还可以帮它设计一个新的技能，有点像一直在成长的那种感觉哦。就是它是一个可以教化员工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它可以操控哪些工具。就是我们进到这边应用程式之后，你会发现这边有非常多的工具，它可以去连接。而且呢，大家知道其实 Manus 已经被 Meta 收购了，所以它里面其实是有很多 Meta 的工具的。但现在呢还在测试版啦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它全部有非常非常多的额外的工具。那我们最常用的大概就是 Gmail 啊，或者是云端硬碟啊 ，Google Calendar 啊，或是很多人可能会用到 Slack， 还有很多人应该会用到的是 Notion， 这几个都是非常常用到的。或者你今天要另外自己串一些 API 或者 MCP 呢，你在这里面都可以直接加进来。也就是说呢，除了刚刚这些功能之外，它还可以去抓你 email 里面的东西，它可以去看你今天信箱里面有没有一些东西你错过了，或者是它可以帮你打草稿，或者它也可以去监测你的行事历，就是你今天有哪些待办事项什么的，它都可以帮你列出来。那我们等一下也会讲到定时任务哦。那我们现在呢，看一下另外一个东西，就是除了连接器里面可以去连接你其他 app 之外呢，它还有一个东西叫做技能，就是 skills。skills 呢，有点像是它的内建技能，就是我们每个人工作的流程都不一样，对不对？那你今天呢，可以把你自己的这一套流程呢，全部把它建成一个 skill， 然后把它存在 Manus 里面。那你每一次呢，你要进来去做你那个 SOP 的时候，你就不需要从头开始下 prompt， 你就是直接点击那个 skill， 它就会按照你的 SOP 去做事情。听起来非常不可思议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一下我的 skill 有哪些哦。就例如说这个 fashion product， 例如说我们今天要做一个企划好了，那我们做企划是不是要先去收集资料呢？然后你可能要去找一些视觉啊，或者生成一些视觉图之类的。那你的这些流程呢，全部都可以先写好。例如说现在大家画面上面看到，就是你要先做产业调查，你要先做商品企划，你要去做实拍，那实拍当然用 AI 生成嘛。
然后接下来呢，你要去想一些商业宣传的东西，就是这些以前呢 SOP 化的一些东西呢，然后你觉得很烦的一些日常琐碎的一些工作呢，你就全部把它做成一个 skill， 就是你可以打字啊，或者是你可以跟他讨论，然后他最后就会做出一个这样子的 skill。那这个 skill 呢，你写完之后，实际上是怎么操作？就是我们在这边呢，直接选好之后，它会变成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它这样子一个斜线后面这样子就是一个 skill， 它这样子就会启动我们刚刚那个整个 SOP， 没有错，就是你刚才这么复杂的一个任务呢，它现在就是简化成这样一小行字，然后你就可以把它送出去。那后面呢，当然你还可以再继续补充说你今天是想要做怎样的商品企划。那当然按照你不同的 skill 呢，你可以去下不同的指令在后面。例如说你今天可能是一个查新闻做报告的 skill， 那你在后面你就可以去补充说你今天要做怎样的报告。就我现在画面上面的这个呢，美妆产品企划的一个 skill， 所以我在后面就可以加说我今天例如说我想要做一个腮红好了，好，我就这样送出。那最后呢，它就会给我这样子一个商品计划书，然后还有所有的商品图，有没有？商品计划就直接出来，它会帮你做一些市场分析啊，或者是你的客群分析等等的，而且它还会帮你把你的商品照全部都做好。这些呢，这么复杂的功能呢，全部都直接做成一个 skill 就好了。就是我们终于不用再就是可能打字，对，我们终于不用再打字了。然后接下来讲到一个我自己有在用的定时任务的例子，就例如说呢，每周一的早上我都希望Manus 帮我收集上周的 AI 工具最新的新闻，还有竞品的动态，然后它要整理成简报，然后要同步放到我的 Notion。那我们刚刚有说连接器的部分我已经串好 Notion 了，就是这边是打开的，就是它每周一呢都会帮我做一份简报，然后直接存到我 Notion。那我早上就可以直接打开我 Notion 看，我就是连 Manus 都不用打开，然后我就直接这样送出。好，那这样发送出去之后呢，它就会帮我设定一个定时任务，就是每周一它就会自己跑。就是我不用再去开任何东西，它就会自己跑这样子。它跑完之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它设定完的这个定时任务哦，它就变成这样子。那这些东西呢，在我们的设定里面也可以另外的去编辑。它就是排成了就是每周一的8点，然后它的提示词已经帮我们写好了。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写的，这是它自己要求自己的哦。就是说呢，它的时区跟语言都有指定，然后Notion 要放在哪边，或者它收集资料的范围全部都写得一清二楚，非常的详细。然后它的来源在哪边啊什么的，全部都有指定。然后这些设定好之后呢，我就请他就是测试一下哦。测试完之后呢，他帮我做成了一个投影片。那这个投影片呢，它一样会放到 Notion 里面，就是在 Notion 这边呢，它已经帮我放进来了。那我在每周一的时候，我就可以直接打开这个周报，我就可以知道说，哦，上周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。那我这周呢，主题可以往哪个方向去？是不是超级好用的？那就像我说的，就是 Manus 它真的是一站式的一个工具哦，就是我们刚才做了这么多报告，它都可以去串接我们的，比如说 Gmail 啊、云端硬碟啊，或者现在大家看到的 Notion。那如果今天大家这样子听完呢，觉得还是有点不知道该从何开始，或者是我今天没有找到你想要的功能的话呢，其实 Manus 里面有一个地方可以直接去找你想要的功能，它就在更多里面的 Playbook， 然后呢，它就会连到这个网站。那这个网站呢，它里面是集结了所有就是现成的一些模板，比如说商业上面的模板啊，或者是影片生成的一些模板啊，数据分析的工具，室内设计啊，或者是影片的一些功能。或者是你今天是做销售的话，也可以看一下这个 Sales and Marketing 的章节。例如说，我今天呢对于 AI 影片生成很有兴趣，但我不知道该从何开始的话，我就可以直接点击这边。点进去之后呢，它这边有一个 Start Generating， 试看看这个功能的感觉，那你就可以直接点下去。点下去之后，它就会连回到 Manus， 连回到 Manus， 它就直接送出咯，是不是非常好玩呢？就是今天这个 Playbook 里面的所有的模板都是你可以去探索一下的。最后呢，来稍微说明一下 Manus 它到底是怎么计费的。就是 Manus 它非常特别，它是扣点制的哦，就是依据你今天给它的任务大小不一样呢，扣的点数是不一样的。那像一般的文字整理啊、收集资料啊、找新闻这一种，其实扣的会比较少。但是呢，如果你今天是要它做简报啊、做网站啊、做图片或是影片的话呢，就会扣的比较多。那非常建议就是给 Manus 来出一些大任务，问普通问题也可以啦，但是就会有一种大材小用的感觉。而且呢，如果你今天是免费账号的话呢，它其实每天都会有300点免费的点数，然后它是每天都会补充的，就是每天都会补回300点，所以就是每天都可以用这个额度这样子。那好消息呢，我们这部影片的留言区，我们要抽出3个幸运流获得 Manus 1个月的 Pro 资格。就是赶快到留言区呢去留说你想要用 Manus 来做哪件事情，你想要做深度研究，你想做简报啊，你想架网站什么的，就是在留言区告诉我。还有呢，就是现在你去点击资讯栏的链接，你就可以获得免费1000点的 Manus 的点数。注意呢，那个资格是新用户，然后3个月内要去领取。那希望大家呢这部影片都有学到一些东西，有任何问题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